见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是在未来银行里面有很多现金，各位呢用智慧来提款吧。好，今天这集妇科医师行医见闻大公开，妇科。首先介绍陈玉珍，你好，陈医师你好，嗨，行长好，乡里好，我是陈玉珍医师。他来自南台湾吗？是的，我今天就是把所有的诊都停掉，但是早上还是有取完卵才来的。你是在高雄荣总？高雄荣总，对，他是北医医学系的。现在冻卵很流行嘛？很流行。对，然后有很多业务，不只是还没有碰到好男生的女生，还有根本没有碰过男生女生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场有可能是帮最多女生破处过的人。哦，真的，所以说取卵的时候是他是第一次。对，哇，还有一些就是女同志，因为现在的法律就一定要是异性的结婚夫妻才能够使用卵子，所以就把他们冻好之后送出国。可以送出国，可以，然后再受精植入。现在居然还可以送出国，不是不行吗？因为台湾不能受精，所以才要送出国。送出国可以精子银行挑你喜欢的。如果是形成胚胎的就不能送出去哦。对，一定要在国外才能受精。而且那个精子银行很酷哦，就是你还有不同的会员等级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比较热门的 sperm 的话，就是你的等级越高，你就可以优先购买。因为有时候你想一下，就觉得说这个看起来不错，这个金主不错，然后要不要购买？想了一整个晚上之后，隔天看就 out of stock。干脆直接找外国先生的，还挑哦。而且以前捐赠者的名称是不能被公布的啊，捐赠啊。因为国外它就法律不太一样。那台湾呢？台湾捐赠者，台湾目前是单身女性不能够使用捐赠的，只能是老公。对，所以现在就是正在拼那个人工生殖法的修法。来，王丽婷你好，王医师你好，行长好，他是台大医学系的妇产科医师。行长好，乡里好，我是王丽婷。你主张的是，人家是这个冻卵嘛？你是？我现在在核心妇产科做接生，接生产科医师，对，哇，就第一线的真的会看到娃娃出来那一刹那，用力啊！对。那我可以问有没有血喷到过你脸上那种？很长，非常的长。真的，对。女的妇产科没有像男生那么温柔，女生我叫什么叫？我也是女生，我也生过，没有那么痛苦好不好？你叫什么叫？很痛好不好？你这个讲话是不是又不是女生？女生呐，对，我说女生会这样，真的会吗？怕痛的妈妈特别适合来我们院所生产，骂得更凶。我们无痛跟麻醉科团队是做的非常非常有心得的团队，这样子。是。我们就是致力要让女生不要经历疼痛在生产这方面。对。但你也不能吃得过胖吧？怀孕的妈妈其实最好的话，这个体重最好是可以控制在10到12公斤，这是最标准的。尤其是想要自然产的妈妈，因为孩子如果长得太大，其实不太好生。对，我们看那些电视剧啊，他们都会演那个小娘，不是都会被喂得很，宝宝会喂得很大，然后难产，这个绝对是真的。对，来，宝林医师好，陈医师好，给大家孕妇一些这个夏天来私密处保养的一些建议。私密处女性保养的只有一个最重要的秘诀，就是找一个好伴侣。这个好伴侣包含你贴身的衣物，包含陪你的人。对，记得好的伴侣不会害你生病，还会害你有好的健康。那其他也会陪伴你，让你心情好一点。我们知道私密处感染的重点，第一个闷到，第二个有时候睡眠不好，饮食不正常，甚至一个比较不理想的性的伙伴或性生活，所以找个好的伙伴对你是重要的。接下来介绍这位那不得了，专看私密处的，是的，沈医师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北医医学系都是北医医学系的，北医好像是妇产科的大家哎，对，厉害。那他自己现在是开业啊？对，我们主要是专攻女性私密处的整形跟产后的一些恢复体态。这几年其实你会发现，年轻病患的比例越来越高，并不是因为产后，而是因为他们在穿衣服、运动上摩擦不适，甚至心房疼痛，再更多是觉得我照镜子觉得它不好看。接下来邱医师你好，邱小陈啊，乡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妇产科邱小陈医师。说真的，你年那么小，每个病患看到你就走了吧？没有，他们家的长比较小，因为他弟弟是个很有名的乐团主唱。谁？对，邱晨弟弟啊，谁？他弟弟是理想混蛋的主唱。对，独立乐团圈非常红的一个乐团，所以刚弟弟陪着他来，长得很像哎。他看起来就是非常可以沟通的人。对，哪个医师不是从年轻开始要得到大家信任，
才有机会变大医生。对，我是怕有人说，哎，你小妹妹不要穿医生的衣服，好不好？放好。不过她看起来也是很专业。那年轻女生是不是很喜欢聊避孕这一块？医生像我什么什么的，会找你聊这个吗？会吧，会啊。其实我也有到那个大学去做避孕讲座的演讲，因为其实避孕的知识非常重要。那包含其实吃避孕药啊，或是放避孕器啊，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避孕观念。因为我有遇到很多年轻的小朋友，他们会以为其实可能戴保险套就够了，或者是算安全期就够了，或者体外，对，或者体外真的不行，然后真的就是意外发生了啊，又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。对，来谢谢五位，谢谢魏医师。介绍2位专家，首先介绍高学历新闻主播黄盛凯主播，你好。主播好。接下来是王牌营养师刘以礼营养师，你好。营养师您好。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第1回合，Sandra，请讲规则。好，这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，6万元要抢完为止，或是2道题目轮完为止。这题由我们主播黄盛凯主播来举圈或叉，Sandra，请出题。许多女生呢有妇科的困扰，但是因为好害羞，就不断的拖延。请问，根据医生的建议女生要去妇科就医之前呢，可以先做哪10项准备，让看诊不会那么的尴尬，也不会那么害怕？请讲吧。请医师，我吗？取卵的手很快。对呀，哎，这个手势，可以穿着比较宽松的衣物，就是不要穿一大堆什么丝袜啊、贞操带，还要找钥匙。贞操带没有啦，就是要这样才可以快速的进行整个疗程。对。来，请加3000。来，丽婷。可以了解一下妇产科的看诊流程，因为我们很常帮女性解决问题，肚子痛啊或流血，我们是要做内诊检查跟超音波的，所以来检查之前可以稍微搜寻一下，看看说大概流程是怎么样，有问题可以询问医师。我先了解流程。来，对我手。好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保人医师，我会建议整理好一下自己的病史或问题。我们常常遇到进来，他看到医师会慌掉。不敢讲，然后问的会答非所问，所以整理好问题或病史，我们比较好沟通，也比较快答到问题。100题也可以吗？你这还好，我上次有个病人128题。你这还就是说我们医师好，他做的太好，他说陈医师我知道你有说要整理，所以他写了14项，每一项的后面大概7题，所以我算了一下，我说他开始要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说你这整理得很好，我就要先去内诊台，我快速读，我说你128个题目分类大概只剩7个题目，7个题目大概分一下，大概其实主要4个问题。哇！不过他还是谢谢他整理好128项。对，好认真学生。可以吃书哎。对。来，请加3000。陈医师，那我们在就诊前偶尔会做很多检查，所以好比说照 X 光啊，或者是进行一些检查前，可能要确认自己有没有怀孕的状况，然后告诉我们现场的医护人员或者检查人员这个状况。对。来，请加3000。邱医师，就是如果是来做例行性检查，像是子宫颈抹片筛检的话，那因为那个是要做一个癌前病变的筛检，所以如果是经期正在来的时候，那其实就会裁剪就会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确定。你说月经来的时候做这个很多都对，所以就会避开经期，都会看到一些红血血球。所以你会跟他讲说，等你完了再来吗？没错，就是会建议赶紧的。对我错，避开经期。来，请加3000。陈医师。我觉得可以先上网稍微爬文一下，了解一下自己可能的疾病，然后有一个基础的概念。真的吗？用 Google 看病会每一个人都是李 N 都是癌症是吗 ？Google 都会写得很严重吗？您的意思说是先了解自己有什么疾病？就是可以稍微就是 screen 一下自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事情，然后有一点心理准备之后，然后再去就医。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来，接下来。可以告知医护人员自己有没有过敏的药物。药物、食物过敏的病史。对，我蛮推荐可以在健保卡的背面贴一张贴纸，现在都有写啊。对，有的时候那个插卡的机器它没有那么灵，可能查不到你过去其他的记录。那自己有一个小贴纸贴在健保卡背面是最保护自己的。这没有在里面。不用在里面。因为妇科啦，妇科的话，对。来，保仁医师。我觉得要记得追踪，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很有趣，他会把
要不要再回来要什么的，都认为是医疗单位的责任。如果他回去没有好，或者好了，他也说没约我回来，所以记得要保持一个追踪回诊的这个咨询跟询问，对。对，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沈医师。确认自己有没有开过妇科的手术，或者服用一些妇科相关的一些药品。这个没有在里面。哦，不在里面。来，邱医师。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先请教有看诊过的朋友，或者是请朋友家人陪同来看诊，这样可能比较不会尴尬害怕。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陈医师。如果说在前一个院所被诊断出一个重大疾病，然后内心很震惊，然后想要再去寻求第2意见的话，可能可以去不是多方比较，就是说听听看不同的意见。有在里面。有。请加3000。保仁医师。保仁医师，剩下最后一个。我觉得因为我看了很多能力太好的人，我建议有人陪很重要。女性有人陪，刚刚好像讲过了。那闺蜜啊。对，有人陪。就告知你在意的事情，这我只能这样讲。错。对。邱医师还有一个答案。最后一个总是最辛苦。不尴尬害怕的话，我是有想到啊，就是说刚有提到嘛，就是有的病患他可能已经前面有看过其他医师，或是接受过其他治疗。对。那如果他在看诊的时候，可以他已经先记录好了，说他之前接受过哪些药物的治疗，或者是那他对药物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刚也讲过了？过敏药物。对，药物相关的。对我说。重复了。过敏药物。哇，这个可真的很难呢，陈医师。陈医师也想不到。记得要带健保卡啦，我觉得。没关系啊，你们那边都看没带太尴尬了吧？我们没有。4、3。想不出来。想不出来，来。少了哪一个？少了哪一个？其实刚刚在保仁医师在讲其他答案的时候，有点不小心讲出来，就是要多问问题。对，他在讲其他答案的时候，刚好有讲到问问题这个部分，刚好就是漏掉了这个答案这样。是哦，多问问题。还有补充什么吗？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，做这些准备可以让你比较不尴尬，比较不害怕，但其实也不要做太多的准备。就是有健康杂志整理出，其实妇产科医生想告诉你的3件事情，但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包括很多女生要去看妇产科，她可能会觉得要内诊，她会尴尬，她可能就会想要修毛啊，或者想要过度想要去清洗她的私密处，对，或者甚至会想喷一点香香的。但是其实妇产科她真的没有时间去注意你有没有修毛，以及如果你把那些味道跟你的症状洗掉的话，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。对，然后他们其实就说，你比起去洗私密处，你不如洗你的脚，因为他们在内诊的时候，他的鼻子很靠近你的脚，如果脚臭的话，其实有点不太舒服。接下来我们这个第2题是由刘依营养师来举圈或叉，3转请出题。收工好晚了，回家总想吃一波宵夜，但又怕变胖。根据营养师的建议，宵夜吃什么可以让你健康又不容易发胖呢？请下班。哎呦，老师洗完手真的太洗完手超快，快很准。对，因为年纪大，卵很容易跑掉，所以要赶快搓，然后快进快出。所以你是快进快，人家问你超我说健康的宵夜稍微不会发胖的。豆浆。对我说。恭喜答对，绝对有。请加3000。王医师。不发胖的话，可以喝蛋白粉。恭喜答对，可以。请加3000。蛋白粉不是健身之后喝的那种，是乳清蛋白的那个部分，就是它算是原型蛋白质的。这保仁医师，我推荐毛豆，原因呢，优质蛋白好吃。第2个呢，它有味道，最重要的是便利商店有得买。有什么方便啊？你说那个什么 KTV 里面常常送小菜的毛豆，我很少去那种地方，我都是去 7-Eleven 拿的。恭喜答对，毛豆，请加3000。沈医师，晚上的话应该是坚果类的。坚果类，恭喜答对，对的。对，那吃过量也会肥胖吧？对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其实大家可以往说，可能你没吃晚餐，然后吃宵夜，对，然后就是可以让你就是属于比较健康的食物都可以往那个方向想。OK， 好，来加3000。可以。邱医师，那我想一个水果好了，芭乐。
恭喜答对，绝对有的。那不是用饿死，把它吃得饱。我之前有妈妈就是孕妇嘛，孕妇其实有时候就会半夜都会很想吃东西，可是如果她是同时有妊娠糖尿病的孕妇，其实体重要控制的比较严格。那我就会推荐她说可以吃芭乐，对，因为你就算吃再多都比较还好，对。然后她来生产的时候还带3颗芭乐削好的这样子，直接被啃，好可爱。请加3000。像陈医师，一些比较低钠少油的一些汤水类，可能里面再加一些蛋花汤啊，或是豆腐啊、味噌汤啊那种的汤水类，然后里面有一些蛋白质。青菜豆腐汤啦，青菜豆腐汤、味噌汤。对我说，恭喜答对，可以的。请加3000。王医师，蔬果汁。如果是自己用蔬菜水果打，以蔬菜为主的话，蔬菜成分占比较多的会比较健康一些。芹菜、苦瓜、芭乐这样。因为其实我们的饮食常常很难摄取到足够的蔬菜。对，不好意思，答错。错。蔬果汁不行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再来解释原因，我怕讲太多。会重复到。对。蔬果汁不行。其实因为题目在宵夜，所以最好的是优质蛋白。根据这个线索，又要好吃，我个人高度推荐茶叶蛋。第一个蛋白质，第二个有点味道，那它蛋又不会太多，最主要是它也是便利商店买的，走到里面就有了。你们是帮便利商店在打广告？茶叶蛋对我说，恭喜答对，请加3000。我会觉得像木耳这一类的，因为觉得它很像是也是偏向。热量没有很高，可是有饱足感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在宵夜这时段，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嘴馋，所以可以在嘴巴嚼很久的时间点。然后它也算是那什么多糖体类的，所以我猜我是木耳类。恭喜答对，有的，请加3000。邱医师，还有3个答案。我想地瓜不知道有没有，也是要谢谢宝仁医师。我想说便利商店找得到，对，便利商店我自己常吃，我知道晚上便利商店有了。饿的话会想要买地瓜来吃。恭喜答对，请加3000。可是它不是淀粉吗？那你就吃地瓜很容易饱哎。对呀，可是它是淀粉，我以为淀粉不要在晚上。它其实是优质淀粉，因为它有充满膳食纤维跟维生。哇，它有时候甜的不得了哎。来，陈医师。我现在就刚刚一直在想，到底便利商店还有卖哪些东西？鸡胸肉，整片的，又是可以买到的。对，鸡胸肉对我说，恭喜答对，请加3000。宝仁医师最后一个答案。最后一个其实我没有那么爱吃，可是最近因为刚好过一阵子要去希腊玩。所以我特别看一些资料，叫希腊 yogurt， 因为我知道 yogurt 一定是好，可是希腊 yogurt 我为了2个礼拜又要习惯那边的饮食，我特别买了。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有个前提，如果是为了营养要无糖，可是我自己吃的时候我都加一点有糖，因为无糖真的有点水没味道。希腊优格无糖，对我说，恭喜答对，没错的。如果他讲有糖算不算？就错了，有糖不行。你看就差这个糖字哦，好险！请加3000。来，全部都答完了。营养师有什么补充的吗？那我给大家几个原则。第一个，我们还是希望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嘛。对。所以刚刚各位医生答到的都是所谓的原型食物，主要是原型食物。第二个就是刚刚大家提到的蔬果汁为什么不行？然后为什么地瓜可以？其实我们在选择比较是，像有时候你真的宵夜要吃的时候，你想要吃一点含糖的东西的时候，尽量选择低 GI 的。那地瓜或者是马铃薯、南瓜，这些都是有高膳食纤维，所以 GI 值是比较低的。对。那如果是蔬果汁的话，毕竟它里面还是会有果汁，就是打成汁了。那你与其这样，倒不如是分开吃。比如说你吃生菜，然后吃芭乐整颗的，你不要把它打成汁。就打成汁之后，它的 GI 值就会拉高，拉高之后血糖会变高，它就会比较容易快速的变胖。原来芭乐这么健康，打成汁它也是对，不是过量都不行。对，来，我们宣布他们奖金。好的，陈医师18000，王医师6000，宝仁医师15000，沈医师9000，邱医师12000。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
赢者全拿，Sandra，请讲规则。好，这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2个选项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，每个人代表1000块；答错的话呢，此轮就淘汰了。那每一轮呢，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可以把当时累积在账户里面的钱全部灌给自己哦。总共进行3回合，第1回合请出题。胎位不正，想要自然产的孕妈咪不用担心，专业的妇产科医师可以用什么技术帮你进行胎位转正 ？A. 体外转胎术 B. 帝王旋转术，请作答。B 是什么啦？我有点是奇怪的一些招数。体外转胎术哦，那保仁医师。体外转胎术其实是很早就以前有的，因为以前大概剖腹产的风险比较高，所以尽量能转成自然生产就做自然生产。那它需要一点小技巧啦。那我曾经有个病人体外转胎术做了3次，就一直转，这小朋友很叛逆，但运气很好。后来怎么做呢？因为我们今天体外转胎术转好了，通常都会隔晚上或明天再来入院。后来转到第3次，我们就一转正，就给他固定住，然后直接送到产房去。哦，马上裸身了，马上就压着他，然后开始让他进展。我史上看过最夸张，第3胎。你说帮他转好之后，他又转。不然一般转完就结束了嘛，就 OK。但是也有调皮的小孩，但体外转胎术也有它的限制在，周数如果太后面转不动。那另外有时候有的医师会不太喜欢，因为转太多次，有时候还是有脐带缠绕的一个小风险在。哦，脐带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体外转胎术。那是要自然生的吧？如果要剖腹，根本不需要做这个。对啊，如果已经都缠了，我就不可能再把它翻成。所以这个就看人。我现在很多病人，产妇一听到他胎位不正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因为他手术啊，他不想自然生。因为其实自然生产有很多好处，可是自然生产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它不确定性比较高。包括你待产需要时间，过程会不会有什么状况？现在人对于不确定性是很害怕的。医师都是鼓励自然生啊，我们当然鼓励是。可是是不是你只要走入剖腹，你根本就不用想说要打什么那种无痛分娩那些了，所以也不会经过那个骨髓的那段。其实还好，因为所谓的麻醉可能大家有点误会，没有真的打到骨髓里面去，它是在脊椎外的某一些东西药物渗透进去。所以现在这种麻醉都很精准，你甚至我们在自然生产的所谓的硬膜外麻醉，你可以保持你的运动力。以前都以为打完腿就软掉不能动，现在打完是跑来跑去，要骂老公骂小孩都可以骂。知道了。加5000。下面题请出题。打针找静脉时，只要找暗色的血管就很容易找到。请问为什么我们透过皮肤看到的静脉血液颜色是蓝色的 ？A. 血液缺氧变蓝 B. 光学错觉造成。请作答。这一派是属于 A 的，那一派属于 B 的。邱医师请讲。直观性的觉得说，红血球如果它吸氧的话，它就会是比较偏红色的。所以像我们在门诊啊，病患一走进来，我们就知道他有贫血。对，因为它就是苍白啊，对，它的血色素比较低，所以它的包含唇色啊，还有我们说的那个 conjunctiva， 就是眼袋那边，对，眼结膜这边它会偏比较 pale， 就是比较浅色、比较白这样子，对，它就是贫血的原因。陈医师，你选的是 B。因为在手术中，就 artery 跟 vein。静脉跟动脉看起来其实是一样颜色，就是你拨开了这个表皮的屏障之后，它其实是一样颜色，就是你只能用它的可能波动性啊，或是你压下去之后它的回弹力道等等的去判断它是静脉还是动脉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经由皮肤的光学错觉造成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光学错觉造成。其实血管看起来是蓝色哦，只是一种光学的错觉啦。因为呢，血管在皮肤有一定深度以下，眼睛看到的蓝色反射光会多于红色的反射光，因为皮肤组织跟血液就吸收了部分的红色波长，它红色不见了，所以我们肉眼看到的血管才会是青青蓝蓝的颜色。原来是这样的。2位请帮王文休息，稍作休息一下。加3000，就8000块了啊！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它竟然是验孕棒的前身。请问以前的科学家会利用什么动物来验孕 ？A. 蜗牛 B. 青蛙。请作答。哎呦，
两个都好怪哦。这是医疗发展史很重要一环。主要是孕妇的尿里面有一个叫做贝塔 HCG， 就绒毛膜素，这种毛膜素会诱发青蛙排卵，这个不孕症科最熟，因为这个是当时很划时代的一个进步。对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青蛙。科学家呢会使用一个叫做非洲爪蝉，不是刮蝉哦，不是刮，是爪蝉，来辨别女生是否怀孕了。其实就像刚刚保安医师说的，将她的尿液啊或是血清直接注入这个青蛙的皮下，那这个青蛙呢，它排卵就代表刚刚那个女生是有怀孕的，而且这准确度还蛮高的哦。哦，真是，来加3000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相传剪到猫咪胡须代表幸运，有财运跟实现愿望的机会。请问，就生物学上，猫咪的胡须有什么作用 ？A. 保护眼睛 ，B. 帮助发声。来，请作答。这王医师跟你的选不一样。王医师，你的答案是帮助发声哦。我记得猫咪身上的毛发是会倒钩的，所以其实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不是过敏的东西会沾染在猫咪的毛发上，所以大部分人对猫咪比较容易过敏，反而对狗狗还好，因为狗狗的毛是直的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是以过敏的这个角度的话，会不会眼睛其实也是一个会过敏的器官？我知道。哦，我听懂，你是说它的胡须其实会让眼睛过敏，而不是保护眼睛，所以你删去法就选 B。删去法就选 B。但猫咪把胡子剪掉，它一直撞门 ，balance 就跑掉。对，然后就像以前车为什么有旗杆？对。早期车很大嘛，对，那国旗杆其实是用来帮你这边测一下，对。那保护眼睛的陈医师，对我的观点跟那个瓜哥有点雷同，因为我有养猫，然后我知道它的胡须是用来帮助它测量距离的，对。所以因为有像扁脸猫啊什么，它们的眼睛就是很平面很2D， 然后没有办法看到旁边，所以它不知道说旁边的距离有多少，所以它可能就会一撞就吹没了这样。哦，我猜啦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保护眼睛。其实啊，如果有物体啊接近猫咪眼睛的时候呢，我们眼睛上的胡须啊，它会感应到猫咪，然后它就开始眨眼反应嘛。所以呢，胡须可以帮助猫咪啊探索空间的感觉，还有捕捉空气中的气流，而且在黑暗中如果这样感受到的话，它也可以避开障碍物哦。王医师请坐，加2000， 13000了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上台报告很紧张。有人会试着把观众当成西瓜，请问在埃及神话当中，西瓜被视为是神的什么东西 ？A. 精液 B. 卵子。请作答。哎呦，有分胜负了，一个选 A， 一个选 B 了。保仁医师觉得是精液。西瓜哎。身为男人，我必须支持这个答案。但是我讲是西瓜，因为它多籽，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无籽西瓜。那多籽其实对于，尤其在埃及，它也是一个雄性社会主导的一个社会，所以它代表了多籽，所以应该以精液为主。好，另外一个陈医师，卵子，因为我就是冻卵女王，所以我当然选卵子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。精液。经过考古学家发现哦，西瓜常被放在法老的陵墓里面啊，就是等于好像留给来世享用的意思哦。但是埃及神话当中，西瓜是有力量之主这个名字的埃及之神，他叫做赛特，他的精液所产出的西瓜。通通回来，加1000。第一轮的14000，请汇入陈保仁的账上。哇，保仁医师29000喽。第二轮，请出题。验孕棒除了可以检测女性怀孕之外，还能检测出男性可能得了什么病 ？A. 睾丸癌 B. 攝護腺癌。请作答。我们冻卵女王选择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攝護腺癌，请说。那我应该选错了。好，王医师。我的想法是，我们验孕通常是验
怀孕的荷尔蒙嘛，贝塔 HCG。那睾丸其实也是一个性腺下来的器官。那性腺的器官它跟身体其他的器官来源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会不会跟我们验孕的这个荷尔蒙是可以一起验得出来的？正确答案是 A 睾丸癌。专家指出啊，如果男生呢使用验孕棒，然后居然是阳性反应的话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罹患了睾丸癌哦。原因就像刚刚王医师讲的，验孕棒呢，它的原理就是验那个荷尔蒙的人类绒毛膜性的这个腺的激素。那女生呢在怀孕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荷尔蒙，所以验得出来。至于男性呢，可能就是罹患了睾丸癌。但说真的，这个不是一个正规的检测睾丸癌的方式。如果你自己已经开始不小心发现有这样的问题，要赶快去医院做检查哦。那个我补充一下，其实只要是性腺衍生的肿瘤，都会这个指数可能增加。所以像射物腺有另外一个 PSA， 但是睾丸就有可能。还有一个卵巢，卵巢的癌症种类有3大类，其中某一类如果它是性腺分化出来，它这个指数也会高。还是做正确的治疗，不能光靠这个。可是无意中如果。那你就自己就开始担心了。会不会开始有一些男生去购买那个验孕了 7-Eleven 的？来，请旁边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加4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医院接生、水中生产，现代分娩方式百种。请问，古代中国妇科不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 ？A. 蹲着生 ，B. 躺着生。请作答。怎么可能不能躺着生啊？电视都在演假的哦。这个问题一定有问题嘛？这个问题一定有问题。所以说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，保人意思就懂知道我讲的。躺着生，大家都看到都是躺着生，那个问题拿来问不是很无聊吗？当然是不能躺着生。对，保人意思应该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其实因为我以前在研究一些医学发展史的时候，在中国古代妇科学，其实生产是蹲的，它很多的包含抓着这样蹲的，所以虽然没有产球哈，但是基本上是蹲的跨蹲。大家看一些大陆的历史剧，在生产就会看到这种情形。你说，比如说像绳子这样绸吊这样绑着，哇塞，为什么？是因为这样子的那个角度比较好，力道才能好好用。那躺着生，他们觉得躺着无法施力了。如果照你们这样讲，为什么现在不这样生呢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让他躺着？那其实产台它那个提供的姿势，其实你蹬脚的方式，所以其实旁边的助产师然后护理师就可以让妈妈排便的力道再出力，其实就是类似像大便的感觉。对，更，因为如果他蹲着，那我们医护人员是要躺着在地上帮他嘛。就那个没有，就像那个修汽车换汽油，滑轮进去嘛，滑轮出来。所以妈妈先上2楼这个台子，然后再蹲好。有道理耶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躺着生。对，其实中国古代妇女最寻常的分娩的方式就是要半蹲在地上，然后上身要直立这样生而不是躺在床上。好，来示范一下。你这真的就是大便了。有一句南北朝流传的俗谚说古时妇人产，下地作草，法如救死也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借由地上铺草堆或是兽皮，原因是为什么？你这样婴儿落地的时候头不会受伤嘛。那另外一件事就是，可能有人觉得那个生 baby 的血水是脏东西，不想让这个血水弄脏你的房子，可能会触怒神明。因为房子里面都有一些神灵的存在，得记住那个些。来，2位，请休息一下，加2000。有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婴儿也有都市传说，据民间流传，当家中的宝宝做出拱桥的动作，代表什么意思 ？A. 妈妈怀了下一胎 ；B. 要下西北雨了。请作答。拱桥是什么样拱？正拱还是负？他们2个答案不一样对啊。这个都市传说是我上个月才学到的，真的吗？在妈妈群组里面，因为有的病人回来跟我说，医师，我怀疑我怀孕了，所以他去验个孕。真的有。我说，那你是怎样月经有感觉？他说没有，因为他们老大做拱桥的姿势。我说拱桥是什么样姿势？挖人操啊。对，就是类似这样子。因为其实小朋友其实这时候张力正在练习当中，所以会有这个拱桥姿势。他说网络上讲很准但我觉得还是验孕最准的确后来就怀孕了，不准的就没有来啦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
妈妈怀了下一胎。根据民间的都市传说指出，如果看到你家的 baby 啊开始做拱桥动作，就代表你即将要迎接下一胎了。那很多网友呢在网络上面分享，真的看到他们的第一胎宝宝做拱桥，然后真的不久之后还真的怀了下一胎嘞。所以如果呢你家中的宝宝出现这个动作，你赶快验孕看看你是不是又怀孕了。来，通通回来了。哇，保人加1000。我是一个妇科历史的机器，对，贫富差距太大了吧？超追不上。他抢奖金是主业，妇科是副业。他今天都只站在中间 C 位，夹娃娃算专业。7000块灌入保人医师账号，厉害了，36000。哦，最后一轮请出题。血有好多种形容，狗血指的是剧情荒诞，打鸡血指的是人情绪变亢奋，那熊猫血指的是什么呢 ？A. 稀有的血型 ，B. 外送员送来的食物。不喷，请作答。不可能有人选 B 吧？有外送员啊！外送员太荒谬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. 稀有的血型。熊猫血呢，指的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血型哦，通常是指 Rh 阴性这个血型。那这个血型呢，全球非常罕见，就像台湾好了，只有5700人是这种血型。哇，所以这个血你看真的需要时候再叫熊猫外送。熊猫外送，熊猫血。我在想，那种血型真的很对，比较辛苦，碰到灾难就很辛苦。对啊，比如这个什么车祸啦，或撞到什么，真的你就要缺血就完蛋了。是，来加5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你是否也有晕机的困扰？最新研究显示，晕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？A. 人类油脂与臭氧反应 ；B. 飞机震动引起晕眩。请作答。好。保人医师跟两个陈医师都选 A 了哈。对。沈医师你选 B。因为我自己本人会晕机哦，所以我推论，因为其实会晕机的人应该不是只有飞机会晕，所以那个震动影响，车啊、船啊都会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跟那个震动频率，而且因为我们的耳刮骨里面的那个平衡啦，就像所以就是当然我觉得人类的油脂跟臭氧反应我不太确定，但人类一些油脂皮脂腺，的确如果我们会晕机真的比较严重，或是平衡感不好的人，连搭在一些交通工具，如果有一些异味，其实我们也容易对味道的。但我觉得因为毕竟在飞机上比较，我猜是。所以应该是 B 啦，对。那为什么保人医师会选油脂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主要原因要展现一下我们的学问。你知道晕机呢，还是跟半规管有关系？它一定跟某些反应有关。所以 A 看起来比较有学问。这个呢是在站太久，我也想去旁边坐一下。这样浪分哦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人类油脂与臭氧反应，不好意思啊，保人医师再站一回啊。随便试随便中。研究人员呢，就是做测试16个哦，然后16个人分别送进哦，分2批送进模拟机舱里面，然后把他们暴露在不同浓度的臭氧跟气流里面。那检测之后发现啊，模拟机舱里面的臭氧会跟你舱内其他物质有化学变化，所以有很多那种化学副产品，然后引起你的头痛啊，或是刺激到你的鼻腔，所以你会觉得不太舒服。那这种化学混合物中呢，有一半是经由臭氧跟人类分泌的油脂反应而产生的，所以这是最新的研究，不是真的觉得是飞机的晃动哦。3位请休息一下，都是你们，来请加2000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2个陈医师。提到韩国就会想到医美产业，请问韩国整容手术的起源是因为什么 ？A. 经济起飞 ，B. 战争。请作答。是经济起飞，不是战争吗？会不会是因为战争，很多人毁了容了之后，才开始整形呢？可是经济起飞，你有闲钱，你就会想把自己弄美啊。可是早期我们的整形也只是因为乳癌呀，或是车祸研发出来的，才会有整形这件事情嘛。怎么当时还要去大陆探亲，要把那个反攻抗俄这个刺青弄掉啊，不然进不去啊。有道理。但是后来才变成医美才变漂亮。对，因为你说经济起飞，美国
之前经济起飞，你好像也没看到一堆整形，是不是陈医师？对啊，因为有钱才会想要搞东搞西嘛，而且整形手术它不是一个刚性需求，所以应该是要荷包饱满了才会想要做。可是早期不是大医院都有整形，义务整形，也不那可能些是招收。烧烫伤啊、车祸啊，要接断指啊什么那种是刚性需求。对，它是起源呐。我觉得题目是可是他起源啦。讲医美如果突然振兴的话，一定是经济起飞。对，这个起源我觉得也是跟应该战争有关系嘛。因为整形外科的兴起，其实我们的整形外科最早是做烫伤的，对嘛？烫伤来自于战争，对。所以保仁医师现在发现那个起源才是重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起源很重要。以前不会为了漂亮嘛，是后期大家有钱才改成可以变漂亮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战争。当然是战争了。韩国的整容手术呢，起源可能是跟战争有关啊，就是韩战结束的时候，有很多韩国人嘛受伤，不管是脸部或其他的地方，所以美国呢派了很多外科医生来帮助他们，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，他们的整容的技术被引进韩国，然后在韩国越来越发达。那个也没有人得奖金7000块，我们就纳入行库了哈。好的，来进行三回的时候来宣布他们的总奖金3个。好，最后陈医师18000，王医师6000，保仁医师36000，沈医师9000，邱医师12000。恭喜陈保仁院长获得冠军，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。恭喜保仁医师，对，我不负众望，真的众望所归。今天当皇帝之后都变好聪明了，你看。上一次好像比较不一样。对，他如果其他男医师跟他摆在一起，他就没有什么专注力了。哦，今天我因为旁边太多雌激素会触发我的雄性素的发作。好好的表现就这样。36000，请参考。好的。到底要出示哪2道提示呢？我们金库先打开，36000现金，2道密码提示，请出题。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52画自然产改剖腹，或是总笔画32画的保仁医师夹娃娃。这个比较简单啊，保仁医师不务正业啊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信手拈来啊，左顾右盼啊，不行哎。我觉得以我个人本来想取保仁医师夹娃娃，但是我怕它会变瓮中捉鳖。我发现瓮跟鳖我都一下子。可是32画不会那么多，32画而已。这笔画可以告诉你呢，52画才难嘛。那当然选32画的喽。保仁医师夹娃娃，请锁定。自然产改剖腹是哪4个字成语来形容呢？请。当机立断很好写吧？哇，应该选这个的。可是一个没算好就很难说。那就是你请拿起笔来，我们要当机立断来写答案了。时间呢是题目一出，我说计时开始就1分钟，清楚写字再写密码了。保仁医师夹娃娃，请出题。唾手可得，太简单了吧？计时1分钟，计时开始，清楚。清楚。可。笔画都好简单了。得。好，停，时间多长？33，你还有27秒。垂手可得啊！密码08040510。对或错？来，还有27秒，计时开始，请改。停，还有几秒？18秒。来，密码09040510。对或错？错，还有18秒，计时开始。得。停，
还有7、8秒了哈。对，密码09040511。对或错？错的哦，你剩下8秒钟可以改一个字哦。对，计时开始。停，全部时间到了。密码对，10040511。对或错？哎呀，没事，人生要留点遗憾。全过，正确解答。就是没错嘛，哦，就是差那个例子。可惜。对，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慈悲。来，谢谢关闭经过。哎呀，可惜。这个不是那么唾手可得的。我对那个唾液弄混了。对。而且现在不解的就得到了，很简单的意思嘛。对。另外一个刚刚的成语是当机立断。好，刚刚知道了，就像我们制作人生小孩，以几分钟内如果不决定的话，可能会损及到 baby 的安全。对，所以要当机立断，当断则断了啊！谢谢各位医师今天来我们现场，我们增加很多知识哦。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医师。院长。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